从1993年开始啊，深圳突然出现了离奇的司机失踪案件。短短14个月，前后有17名司机和车辆失踪。深圳电视台、报纸、杂志，甚至是大街小巷，到处都是寻人启事，搞得人心惶惶。这段时间，深圳司机根本不敢让任何人搭车，甚至遇到警察查违章也不敢停车。1993年7月6号上午，东莞市一家出租车公司报案，说是7月5号下午交班的时间，这个公司一名皇冠的出租车司机张某没有回到公司。公司打电话到他家里询问，得知张某一夜没有回家。司机张某为人老实稳重，结婚14年从来没有夜不归宿的情况，更别说还不和公司和家里联系。警方接警以后，调查走访了几天，他们发现司机张某最后拉客的地点是东莞市东方酒店大门口。根据同公司的司机回忆，似乎是一对年轻情侣拦了他的车，随后的事儿就都不知道了。在当年没有监控，没法调查出租车后来去了哪里，警方反复在东莞市进行走访，毫无收获。司机张某和他的皇冠130型出租车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。无奈之下，东莞警方向全省公安局发出协查公告。大约10天之后，深圳宝安区比较偏僻的上河村，一户果农惊恐报警说，我家的荔枝园里发现了一具男尸。时任宝安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李正亲自带队赶到现场。在荔枝园深处，一具被尼龙绳、铁丝牢牢捆绑的男尸蜷曲成一团，嘴和鼻子被胶带封死，脖子上还有一根绳子。显然，死者被歹徒勒死之后，又怕他还有气儿，把嘴和鼻子用胶带封住，保证彻底杀死。天气很热，尸体已经高度腐败，散发出阵阵恶臭。联想到东莞市要求协查的出租车失踪案件，警方立即要求家属辨认尸体。通过现场照片，张某妻子一眼就认出了丈夫的衣服，当场就昏了过去。张某家庭困难，妻子和老父母都体弱多病，这10多年来全靠张某一人赚钱养家。因家庭负担很重，张某几乎从不休息，并且不挑客人。没想到年仅30多岁就遭此厄运。现场分析，大队长李正认为歹徒是谋财害命，杀人的目的是为了抢劫那辆崭新的皇冠出租车。大队长李正还认为，根据歹徒作案手法，他们绝对是惯犯。歹徒作案手法熟练，尤其杀人、捆绑、封嘴、抛尸都非常有经验，没有留下什么线索。凶器绳子和其他作案工具都是到处可以买到的东西，也没有办法追踪。荔枝园也并非第一杀人现场，仅仅是抛尸现场。抛尸能花费多长时间呢？最多几分钟而已，也就不太可能被目击者看到。果然，警方走访附近群众，没有人看到有车在附近停过。后来发现，歹徒留下了一些脚印，胶带上也有模糊的指纹，可是在当年仅仅依靠这些东西，根本不可能破案。咱们不说整个深圳，哪怕宝安区常年打工的流动人口至少也有几十万之多，人海茫茫，你到哪儿去抓人呢？那么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追踪赃车。一般来说，赃车是大东西，并不容易脱手，比较容易追查。警方走遍深圳的旧车市场，毫无收获。看来歹徒果然是惯犯，他们有销赃渠道，赃车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城市甚至其他省。
这唯一的线索也断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深圳警方对该案件非常重视。为什么呢？这并非宝安区第一起出租车被杀案件，在前3个月内还有2名出租车司机被杀，车辆也被抢走。第1名出租车司机在3月遇害，被人残忍杀死在一个水塘里，驾驶的轿车失踪。事后验尸发现，司机头部有高达40多处打击伤，背部还有几处刀伤刺穿了肺部。歹徒极为凶残，但明显作案并不熟练，看来有可能是第一次作案。第2名司机是被勒死的，没有见血，驾驶的蓝鸟轿车失踪。这说明歹徒作案的手法高明了一些。到了第3起案件，则用一对情侣拦车，更是高明。以上3起案件线索都太少，受害者和歹徒又素不相识，都成为了无头案，悬而未破。让警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这3起案件仅仅是开始，随后短短1年内又发生了18起同类案件。1993年8月18号，深圳市龙岗区政府财政局报警，说他们小车队的司机吴某突然离奇失踪。局里反映，17号晚7点，司机吴某驾车将局长送到深圳机场登机之后，独自驾车返回。登机之前，局长嘱咐吴某去接一下参加会议的局长太太。奇怪的是，局长太太在10点会议结束之后，一直等到12点，始终不见吴某来接。第2天，吴某也没来上班，家里跑到局里来找人，说是吴某一夜未归，那辆黑色奥迪车也不知去向。局里感觉出事了，立即报警。警方认为吴某可能遇到那伙歹徒，凶多吉少。果然，1周之后，广深高速公路 B10段岭乌山路边的一个污水井里面发现了一具尸体。根据家属辨认，这个人就是失踪的吴某。这是第4起了。1个月之后，又有类似案件发生，这次的受害者却不再是司机。宝安区某大公司副总经理陈某从江西老家开车回到深圳，到家之后，陈某见车子太脏，考虑明天要见客，决定去洗一洗。晚饭之后，陈副总经理开着这辆崭新的凌志车去了距离机场不远的一处洗车场，就此失踪。见丈夫很晚还没回来，陈太太急忙打寻呼机和手机，都没有回答。陈太太赶到洗车场，那里边的人告诉她，你老公洗车就花了20分钟，早就走了。陈太太焦急万分，一边报警一边发动亲戚朋友四处寻找，依然毫无收获。5天之后，石岩镇廖坑果场，一个打农药的农民发现草丛中有一具布满蛆虫的男尸，这个人就是陈副总经理。直到1994年6月，前后有10多起类似案件发生，地点全部是在深圳宝安区，几乎都和机场或者机场附近的公路有关系。警方陆续发现了多具失踪者尸体，几乎都是被勒死。仍然有7个人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所有失踪者的车辆也全部失踪。那么这7个人的尸体到底在哪儿呢？这些车辆又流向何处？从1993年深圳宝安区第1起司机离奇失踪案开始，直到1994年6月，前后有10多起类似的案件发生，地点全部是在深圳宝安区。失踪的车辆除了1辆是面包车之外，其他的多是高档轿车，比如某大公司的奔驰560型轿车，当时价值人民币78万元。让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受害者身份有着极大的差别。
他们既有政府部门专职司机，收入平平，也有副总经理这种老板相当富有，有刚从香港回深圳度假的络腮胡子帅哥，甚至还有丰顺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儿子来深圳创业开公司。显然，歹徒作案手段相同，都是把这些男人欺骗到偏僻的地方，然后动手杀害。之前杀害出租车司机张某等3人，可能是歹徒假装花钱打车，这还容易理解。可是剩下这10几个人都不是营运车辆，还有有钱人、有身份的人，根本不可能私自去拉客人。那么歹徒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将五花八门的受害者全部欺骗呢？要知道，这些受害者中颇有些社会阅历丰富的人，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陈副总经理。正常来说呀，这些人是很难受骗的。那个公安局副局长曾经哭诉说，我儿子从小看我办案抓坏人，也算是半个警察了，什么样的骗术他没见过呀？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被歹徒轻易骗到哪儿杀了，我儿子绝对没有这么笨。警方对这一切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自然也找不到案件的侦破方向。虽然每个月都有司机连人带车失踪，警方却无能为力，长达1年多的时间，案件始终悬而未破。所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机场公路上大量司机失踪的消息充斥民间，失踪者还有香港人，案件在香港也上了报纸头条。机场公路来往的司机们自发地警惕起来。在1个多月内，先后有2个司机报警，他们说在机场附近一个打扮妖艳性感的年轻女孩搭车，让她上车以后，该女孩自称是小姐，对他们百般挑逗，让他们去自己的按摩院接受色情服务。这2个司机都听过司机失踪案件，断然拒绝。这个女孩见引诱无效之后，顿时神态慌乱，要求下车。2个司机都注意到，女孩下车之后立即打车离开。既然有钱打车，为什么还要搭车呢？他们觉得十分可疑，先后报警。至此，警方才开始恍然大悟，歹徒很可能是利用女孩色诱司机。女人的身体是最原始的武器，也最有效。面对这件武器，无论是出租车司机、香港帅哥、大公司总经理，都抵抗不了诱惑，因为他们都是好色的男人。就在警方终于明白歹徒作案手段，开始紧急侦破的时候，又有了重大突破。1994年6月6号，深圳宝安区医院报警，群众送来一名重伤者。这名伤者的车辆停在路边，人也昏迷过去。群众见叫不醒他，立刻报警。头部和颈部伤势严重，万幸的是尚不致命。警方立刻赶到医院，受害者刚刚经过手术，非常虚弱，只能断断续续说几个字儿。警方焦急万分，勉强和受害者沟通起来。受害者告诉警方说，自己是一个生意人，在机场他遇到一个性感年轻的女孩搭车。女孩说自己是色情按摩女郎，让她去按摩院接受色情服务。司机动了色心，跟着他来到了一处出租屋。进屋之后，女孩借口拿避孕套而离开。司机赶到房子里，似乎阴气重，不寒而栗。他想到最近传说的司机失踪案，心里发毛，欲望也瞬间消失了。半分钟之后，司机也下楼试图离开。这时候女孩正好打开大门试图出去，司机呢也顺势就挤了出去。女孩拦住他，朝房内大叫，
一边突然冲出来几个小伙子，对司机拳打脚踢，一个人还试图拿绳子勒住他的脖子。司机仗着身强力壮，推开女孩逃到院子里自己的车里。几个小伙子追了出来，挥舞木棍猛击司机的头部，他的头部被重击多次，差点昏迷过去。因为强烈的求生欲，咬牙将车辆开出院子，开了10几公里之后才昏迷过去。遗憾的是，受惊过度，他已经记不清出租屋的位置，只是描述了女子的长相和口音。可奇怪的是，他的描述和之前2个司机不同。他说呀，女孩有明显的江西口音，而前面的2个司机呢，说是贵州口音。警方没有被这些区别迷惑，认为这是一个团伙作案，有多名女孩参与犯罪。根据连续2次失手却仍然做第3个案子来看，这伙歹徒啊，恐怕没什么钱了。为了生存，他们恐怕会不顾一切冒险作案。从1994年6月6号开始，警方重点在机场附近严密布控，准备抓住这几个做诱饵的女孩，打开突破口。奇怪的是，时间过了20天，几十名侦查员没有发现可疑女孩。看来这伙人也察觉到危险，没有敢于立即作案。警方没有解除守候，而是24小时蹲点。大队长李正亲自下达军令状，要求尽快侦破深圳历史上最严重的杀人劫车案。到了26号，侦查员于进杰有了发现。在候机厅门前呢，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低胸性感黑色衣服的年轻女孩，连续拦住了几辆车。如果是试图打车离开机场，他应该拦出租车呀，可女孩拦的都是私家车，并且全部是好车。于进杰悄悄地摸到近处，发现这个打扮妖艳的女孩跟2名司机的描述很相像。就在于进杰紧急汇报的时候，女孩上了一辆丰田佳美轿车离开了机场。糟了，他又找到猎物了。在警察眼皮子底下，如果让这个司机被杀，那就是深圳警方最大的耻辱。大队长李正亲自带队，出动几辆车子沿着机场高速公路追击。有意思的是，丰田佳美的司机很快发现有警察跟踪，他误以为警察是在捉拿卖淫嫖娼，吓得驾车以130公里的时速猛开。当时深圳警方经费短缺，车子很破烂，大多只能开到80公里，根本追不上。最后还是大队长李正开着一辆上级特别奖励的公爵王轿车，才以140公里的高速将丰田逼停。出于慎重考虑，警方将司机也制服，戴上了手铐。司机吓得半死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我没嫖娼啊，我好心我捎带他一段。哎呀，这好了，我是嫖娼，你们说罚钱多少钱，我都给，千万别通知单位跟我老婆呀。”这个人呐，还不知道已经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了。警方抓住这个性感女孩之后，立即连夜进行突审。这个女孩年纪不大，却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她百般抵赖，拒不交代。她自称叫做庄肖明，20岁，是贵州贵阳人。她在按摩院里面做按摩女，这次呢是为了省钱而搭车。面对警方让她说几句贵州方言，说几个贵阳的地名，这个女孩却张口结舌说不出来。不过她依然满口胡言，和警方纠缠，拖延时间。审讯了8个小时，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，这个女孩终于坚持不住，软了下来。那么，这个女孩会交代出什么样的内幕呢？犯罪团伙能不能被顺利抓住呢？警方
终于抓到了一个色诱司机的性感女孩。不过这个女孩啊，满嘴胡言和警方纠缠。审讯了8个小时，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，她终于坚持不住，软了下来。我说姑娘啊，你自己想想，深圳那么多人我们不抓，为什么抓你？你年纪轻轻，不要为了别人毁了自己。现在给你机会让你说，你说了就算是立功，可以宽大处理。你要是还不说，以后可别后悔。听到这儿，那个女孩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不关我的事儿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我问你们，我就是把司机带回去，其他什么都没做。要判多少年？会不会死刑啊？随后，女孩交代她真名叫做刘玉香，江西省宁都县人，半年前来广东省丰顺县喇叭厂打工。2个月之后，她认识了出手阔绰的男朋友邱德喜，就不再打工，和他同居了。他们一共3对情侣，住在一处出租屋内。男友邱德喜告诉他，他和另外2个男人是朋友，都是做走私车生意的。那个叫做张出强的是他们的老大，除了他们6个人以外，还有10个朋友也是一起做生意的，但平时呢不住在这儿。随后男朋友邱德喜让刘玉香和另外2个女孩打扮性感妖艳，去机场骗司机来出租屋里。刘玉香问，把司机骗来干嘛呀？邱德喜说，是搞仙人跳敲诈，把司机吓跑，然后把他们的车子卖掉。刘玉香半信半疑，他们几个人呢，生活奢侈，整天吃喝玩乐，花钱如流水，又没有收入。在男友的要求之下，刘玉香无奈，前后3次去机场诱骗司机。不过刘玉香胆子比较小，加上来深圳不久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她连续3次都没有成功，第3次还被警察抓住了。面对警方质问，刘玉香最终承认，以前的杀人劫车案子都是他们干的。他回忆说，6月初的一天晚上，我们一起10多个人在皇宫半岛大酒店卡拉 OK 包房里玩的时候，他们几个男人为分钱不公的事儿吵翻了天。当时我回到房里，男朋友还无意中嘀咕着说呢，不知道张出强他们把那家伙扔到哪儿去了。我当时听了很害怕，我就跟他们说，你不是敲诈吗？怎么还杀人呢？他说没事的，我们已经干了很多了。昨天下午张出强让我扮亮一点，去机场帮他们拦一辆车回来，然后勾引司机，把司机带上楼来，就没我的事儿了。我听了又很害怕，说不去，但是我男朋友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催促我，那我只能去了机场。第1次没有拦成，没走出机场，司机就把我赶下车了。接着我又返回候机厅门前边拦了第2辆。根据刘玉香交代的出租屋地址，警方立即进行抓捕。这群家伙也很狡诈，他们发现刘玉香彻夜未归，知道出了事儿，第2天一大早就仓皇分头逃走，抓捕没有成功。根据刘玉香的交代，警方很快锁定了张出强和邱德喜以及另外2名女人的身份。经过紧急抓捕，先是张出强在丰顺县老家被捕，随后邱德喜在广州沙河表姐家落网。这些人被捕之后啊，也没有抵抗，很快交代了其他同伙的去向。于是这个多达16人的团伙浮出水面，其中10人是男性，6名是女性。10个男人中9个人直接参与杀人，1人负责销赃，没有直接杀人。至于6名女性，全部是作为诱饵，引诱司机回来供男人杀害。在2个月内，16名案犯分别在广东、江西、贵州等地全部落网。这16名案犯被捕之后，
都供述真正的老大不是张出强，而是貌不惊人的张小建。这伙歹徒包括张小建在内都非常年轻，都在20岁左右。张小建年纪最大，也不过26岁。负责色诱的6个魔女年纪更小，最大的谢秀云不过23岁，最小的文亚娜才19岁。张小建交代，他们本来都是去深圳打工的工人，为什么如此疯狂杀人劫车呢？就是2个字儿，为钱。6魔女之一的谢秀云很直白地说，我问你们，没钱做人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司机啊，死就死呗，又不是我杀的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说到这起案子呀，我们就不能不说当年深圳的工厂环境。当年深圳有一些工厂是所谓的血汗工厂，工人们呢都是3班倒，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一周工作6天，还经常加班，确实很辛苦。这16个人呢，都是好逸恶劳的年轻人，根本不愿意在生产线上吃苦。他们都是吃喝嫖赌俱全的家伙，工厂那点工资也根本不够用。他们都羡慕有钱人纸醉金迷的生活，为此呢，不惜杀人。1993年3月的一天，张小建和3个朋友刚刚从一家歌舞厅出来，他们用掉了最后一点工资，身无分文了。而距离工厂发工资还有大半个月，下面要怎么过日子呢？4个人在大街上晃悠，看着川流不息的车流。突然张小建的弟弟张小坡灵机一动，哥，咱们干脆抢一辆车到老家丰顺县卖了。丰顺到处都是走私赃车的，一辆车随便能卖好几万。哎，对呀，就这么干。他妈的，工厂1个月工资才几个钱啊，这几万块得多少年才能赚到啊？兄弟们，你们怎么说呀？干呀，绝对干呀！没钱连3陪小姐都不搭理你，我宁可1年有钱的日子就死，也不愿意没钱窝囊一辈子。几个人一拍即合，一个杀人劫车的计划竟然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决定了。随后他们拦下了一辆白色的出租车，车子开到偏僻的地方，张小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抵住司机，随后另外3个人将司机制服捆绑起来，丢在了后座上。如何处理这个司机呢？4个人却犯愁了。他们开始只是想劫车，没准备杀人，但张小建认为司机认识他们的样子，一旦报警就有可能抓住他们。持刀暴力抢劫出租车在当年至少要坐牢10年，这4个年轻人谁都不愿意坐牢。简单商量了一下，4个人竟然一致决定杀人灭口。毕竟是第一次杀人，4个人都有点心慌。他们先是捡起石头对着司机头上猛砸，司机被他们砸得满头是血，昏死过去。4个人将尸体拖下车，准备抛尸。没想到在拖动中，他们突然听到：“车和钱都拿去，给我留一条生路吧。”司机突然醒了过来，4个人没有理会，再次猛砸司机头部，把他头骨都砸变形了。随后他们将尸体抬到公路下的池塘边扔了下去。生命力顽强的司机竟然又醒了过来，还在水中挣扎。张小建大惊之下跳入池塘中，用匕首连刺数下，将司机活活刺死。第一次杀人之后，4个人非常紧张，颤抖着将车开回丰顺卖掉。
张小建供述，当时脚很软，几乎都踩不动油门。丰顺是有名的赃车销售基地，收车的车贩子明明看到车子里面有血迹，仍然照收不误。张小建他们每个人分得了1万块。他们的第一起案子就是选择的劫车杀人。后来他们又是怎么想到色诱这个主意的呢？张小建团伙他们在做完第一起案子之后，每个人就分得了1万元。要知道，在1993年1万元已经相当不少了，普通人的月薪不过也就是100-200元。在张小建他们手里，这1万元不过短短1个月就挥霍一空。张小建交代说，钱都用掉了，不是赌博就是嫖妓。团伙成员陈伟祥更是说，我都用来嫖妓了，我前后嫖了不下100个。钱用完了，他们就又要再作案。此时张小建反而没有太多顾虑，反正已经杀了人了，杀10个和杀1个有什么不同呢？2个月之后，他们拦下一辆蓝鸟出租车，将司机杀害。这次杀人很不顺利，司机对于4个搭车的男人颇有戒心，不愿意把车开到偏僻的地方。张小建费尽口舌，好不容易才将他说服。这次以后，张小建认为让男人去拦着不太方便，最好让女人拦车。司机一般对女人不警惕。于是1993年7月5号，张小建让19岁的女友傅红琼打一辆车。傅红琼是6魔女的大姐，也是最早作案的。她是贵州毕节人，还出生在乡村教师家庭，父母都是知书达理的老实人。18岁的时候，她来深圳工厂打工，认识了张小建。傅红琼不愿意吃苦，喜欢安逸的生活。张小建发现她爱慕虚荣，立即对她展开追求。张小建谎称自己是做生意的，很有钱，傅红琼只要做了他的女友，就可以不用工作。傅红琼觉得这样的生活轻松很多，很快从工厂辞职，和张小建同居起来。一开始张小建没有把杀人抢劫的计划告诉他。在东莞市东方酒店门口，张小建让傅红琼出面拦了张某驾驶的皇冠130型出租车。随后张小建借口去做生意，让傅红琼半途下车，换成另外3个同伙上车。司机张某最终惨遭杀害。没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傅红琼的确是不知情，但他很快就知道了真相。稍后张小建开着皇冠轿车回来，傅红琼发现司机不见了，他顿时害怕起来，问张小建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司机去哪儿了？我们把司机弄死了，车子准备卖掉。傅红琼吓得全身发抖，表示自己不干了，要回贵州老家。张小建和他大吵起来，扣押了他全部的证件，还说他也参与了作案，一样要坐牢。傅红琼后来向警方坦白，自己没有办法，只能留下一起干了。不过这只是他的托词而已，身份证没了，难道不能补办吗？如果真的逃走了，那么大的中国，哪儿不能去呢？况且傅红琼很快把自己的姐姐傅丽敏拉进团伙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傅红琼早就已经习惯了同张小建骄奢淫逸，一天消费1-2千的生活，根本不可能回工厂赚每个月100-200元的工资了。出租车司机连续遇害之后，东莞市、深圳市的出租车公司都警觉起来，所有出租车紧急加装防盗网、电台，甚至司机携带铁棍、扳手等武器。张小建他们认为抢劫出租车
已经很困难了，转而打起了私家车的主意。当年深圳的卖淫很猖獗，张小建认为是一个机会，可以通过色诱司机到出租屋，然后杀死他们抢车。于是张小建一面扩大团伙规模，一面让团伙里面的女性去色诱机场司机。团伙扩大到16人，其中6名是女性，这也就是6魔女。先是财政局的司机吴某被傅红琼等3人引诱，兴高采烈的去搞什么4P，结果刚进出租屋，吴某就被张小建他们扑倒，用电线活活勒死。陈副总经理也是一样，洗完车之后被3个女人引诱去出租屋接受色情按摩，结果一命呜呼。其余的10多个男人，包括香港的络腮胡帅哥，也都是同一个套路送的命。6魔女中，仅仅傅红琼就参与作案6次，杀死6人，抢得汽车6辆，其余4个女人都参加了杀人抢车，只有最后加入的刘玉香3次都没有成功。主犯张小建参与作案11次，杀死10人，重伤1人，抢得各式汽车11辆，价值人民币307万元，从中分得赃款18.8万元。这个16人团伙14个月之内疯狂作案21起，其中3起未遂，杀死17人，重伤1人，抢得汽车18辆，价值629万多元，获得赃款100多万。这些男人凶残狠毒也就罢了，可是6魔女的残忍丝毫不亚于男人。案件卷宗有一段话这么写道：傅红琼曾亲眼见张小建一伙人就在他们住的客厅里，仅用几分钟就把一个司机给杀了。躲在隔壁房间的傅红琼听到了几声无比凄惨的哎呦声，像来自地狱。在以后，每当他和另外2个女子浓妆艳抹时，那便是出去密猎之日。3人配合，普通话、客家话、白话轮番使用。他们凭着年轻、风雨和上帝赐予的青春动体，向每一个可能猎取的对象展示着最原始的资本。上车之后，甜言蜜语诱惑司机去他们的发廊洗头了、喝茶了、有靓女按摩了，用五花八门的理由将这些司机诱上死亡之谷。进屋之后，这群魔女首先就是打开收录机，震天响的音乐既为凶手们报了信号，又为凶手们杀人掩盖了罪恶的声音。将勾引的司机带上楼之后，他们还要亲手将外面的铁门关死，堵住了司机的逃生之门。然后他们就像幽灵一样的闪开，或是躲进内室，或是躲到楼下，直到猎物成为一具僵尸的时候，他们才一起用车把尸体运出去抛掉。这些女人为什么这么残忍？很简单，就是为了钱。傅红琼回忆说，有一次我见司机死得太惨，真的不想再做了。还有一回，张小建见我和谢秀云闲坐在客厅，于是就大发雷霆，骂我们，说我们蠢坐在这儿干什么，还不出去找汽车，租房的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？张小建、傅红琼团伙是深圳开放以来最为重大的杀人劫车案件，政府决定严厉惩处。直接参与杀人的15名歹徒中，有13人被枪决，只有3次作案未遂的刘玉香被判处20年徒刑。另外，傅红琼的姐姐傅丽敏判处死缓，她只参与了1次杀人，且不知道张小建是要将司机杀死，从轻判决。最后再来说说让我特别震惊的一件事，这是一张照片，我稍后也会放到音频下面。一个最多20岁的男孩，竟然在游街的时候露出了很灿烂的笑容。我们都能够看出来，这不是伪装出来的笑容，可能是他看到或者想起什么有意思的东西，忍不住笑了。可是要知道，再过几个小时他就会被枪决，
如果是成年人，就算是穷凶极恶的歹徒，谁还能笑得出来呢？六魔女之一的主犯傅红琼更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她文化程度低，一直认为自己没有杀人，坐不了几年牢。在当庭被宣判死刑时，当场昏了过去。为了区区14个月的奢侈生活呀，这群年轻人毁了自己，也毁了别人。